2个人，总共是2000块，是差不多是6×3=18，一个人是300多块哦，含早餐。第3点就有一点关键了，是创世纪42章23节，约瑟和他的弟兄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埃及人面前想说他们听不懂，但是如果是在 Hyksos 的统治下的话 ，Hyksos 是从迦南地方来的，那同在迦南地方的语言，他们应该是听得懂的，所以这就可以证明说，约瑟做宰相的时期，并不是在 Hyksos 统治的时期。Pharaoh was live here. So they're not slave, right? That's right. No slave. The slave was live outside, not very close to the king. That's his close family. Yeah. That's also what I hear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me people say it's slave, but the evidence is they live. No. The slave was live far away. The slave like a camel. Just you put him in a stable, and you get him to carry. 这边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你从这边可以看到9个金字塔。最右边呢是胡夫金字塔，中间是哈夫拉，最左边是曼卡拉。我们现在刚到民宿，趁还没有把它弄乱之前，赶快介绍给大家。门一进来呢，这边会有浴室，然后现在洗澡，然后接下来进来是2张床。其实这个床其实好像有点是 king size 的啦，算是蛮大的。然后我们订的这间房，我不是订可以看到金字塔的，因为这样会更贵。我们这个一个晚上，我们住3晚，2个人，总共是2000块，是差不多是6×3=18，一个人是300多块哦，含早餐，所以你就知道有多秀。有一个冰箱，一个衣橱，然后冷气。这一间看起来蛮新的，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味道很重的香氛。我们上一间民宿也是，洗澡他们提供的沐浴乳是那种香槟葡萄的味道，而且非常甜的香槟葡萄。现在这间也是，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阿拉伯人习惯的香氛。这一间我觉得有推耶，虽然它不是说太，就是不是那种你想要太近的，但是你知道 ，again 小资们，如果你是自由行，然后你就是年轻人省钱的，我觉得这已经是很棒的选择了，因为你仍然可以在阳台吃着早餐，看着几煞金字塔，推荐给大家。我把资讯放在底下。大家早安，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在这边吃早太早了。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在这边吃早餐。金字塔就在那里呀！Oh my goodness！ 第2天的早餐，我们一样是吃这个长得很像口袋饼，但是其实我发现它比口袋饼薄很多耶，我还蛮喜欢的。比起口袋饼的话，因为口袋饼就是有点厚，就有很多淀粉。简单的早餐有一些蔬菜、蛋跟豆泥，还有一样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应该很好吃的鸡块。吃完早餐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约瑟这个人在埃及是不是真的有出现过，还是他只是一个传奇、一个神话呢？它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迹吗？那他在埃及又是在哪个年代呢？首先呢，我们从历史图表来看，这边呢有一张圣经年表，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精准的推算，但是据说他们推算的方法是从耶稣的期间西元嘛，然后往前推算，在先知书在历史书上面写什么王当多少年，然后又过了几百多年，最后往前推算，约瑟被卖那一年呢就是1898年。然后经过大概20几年之后，1876年呢，以色列和他的全家就迁到埃及去了，所以就开始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的430年。这430年是1876年到1446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2张图了。这个时间是在古埃及文化的哪个时候呢？1876到1446，大约是介于中王国时期到第2中间期。以下呢有3个例证，证明以色列人进埃及的时候不是 Hyksos 时期。第一个是创世纪41章14节记载，约瑟要进去见法老之前，他是要刮胡子的。所以这边就可以证实说啊，这个礼仪大概是中王国时期的法老才会出现的。第2点，创世纪43章32节，埃及人是拒绝跟约瑟的兄弟一起吃饭，因为 Hyksos 他其实不是埃及人 ，Hyksos 是外族，但是外族入侵埃及，然后占领了整个埃及北部，所以他们就说
这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 Hyksos 人也不是当地人，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同样是外族的以色列人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在 Lower Egypt， 就是整个尼罗河下游的地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刚刚第2点就不会成立。第3点就有点关键了，是创世纪42章23节，约瑟和他的弟兄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埃及人面前想说他们听不懂，但是如果是在 Hyksos 的统治下的话 ，Hyksos 是从迦南地方来的，那同在迦南地方的语言，他们应该是听得懂的，所以这就可以证明说，约瑟做宰相的时期，并不是在 Hyksos 统治的时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约瑟在中王国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呢？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是名字。约瑟的名字叫做 Zaphanath Paneah， 那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说被叫做 Paneah 的人就是约瑟嘛，还有他的妻子叫做 Asenath。这2个名字呢，其实在12王朝还有13王朝都有出现，而 AS 开头的这个字也已经被证实是在中王国时期的名字。在古埃及文明当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Papyrus， 就是沙草纸 Papyrus Brooklyn 35.1446， 这是一个编号。在中王国这个时期记录的 Papyrus 里面已经有许多希伯来人的名。接下来就是第2个，约瑟被卖20块钱。我们知道这大约是公元18世纪以前的合理价格，这是汉谟拉比几个法条之中记载的合理价格，大约是谢克18块到30块中间，所以平均是22块。所以如果约瑟被卖20块的话，是非常合理的价格。其他还有相关的旁证，比如说他们如何形容解梦的人，以及约瑟活到110岁。其实是埃及人理想的岁数。接下来在埃及的历史当中呢，当法老要奖励人、赏赐人的时候呢，其实跟圣经记载约瑟的经历是一样的，而且也常常以法老的战车展示。这就是我在那个埃及博物馆里面给大家看的那个创世纪41章42到43节，法老就脱下手上戴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给约瑟坐他的副坐车，在他前面有人呼叫说跪下，于是法老委派他治理埃及全地。刚刚这些就是证明约瑟是在中王国时期担任埃及的宰相。虽然这些资料都无法直接证实说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埃及当了宰相，但是这些旁证都足以证实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430年不是一个神话，也不是一个传说。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是真实的一个历史事迹，是不是很有趣呢？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次来埃及我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比起看这些神庙当然很好看，就是看这个建筑物很壮观真的，但是这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去看别的信仰多华丽吗？好像也不是。但是我觉得去证实更多圣经里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对我来说其实更有意义，所以很想分享给大家知道。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想办法到吉萨金字塔那边去，然后再介绍金字塔给大家。喂，我们刚搭计程车到了吉萨金字塔的购票处，现在在我身后这个就是购票的地方。但是建议大家先在网络上买好票，因为正常来说一个成人价格应该是540，但是就会有人在门口，他为了帮你翻译，然后就说一个人600这样，所以建议大家先买好票，因为如果你买好票像我们一样，你就可以直接略过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就到那个检查票的地方，你就给他看你的 QR code 就可以进去了，比较容易。然后如果呢你是要进去金字塔里面的，你就是在加购，在你买的这个网站一样加购就可以了。我会把这个网站放在资讯栏，你们就再点进去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要坐这个计程车，埃及的计程车，然后我们会到后面的那边有一个点是可以看到9个，它已经起立了，我可以看到9个金字塔。然后现在换我了。Should I just step onto it? Of course, yes. Okay. 不要叫。
What is that? Where? That. That's for the working people help the king to build the pyramid. Oh. The people was working by the pharaoh was live here. So they're not slave, right? That's right. No slave. The slave was live outside, not very close to the king. That's his close family. Yeah. That's also what I hear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me people say it's slave, but the evidence is they live. No. The slave was live far away. The slave like a camel. Just you put him in a stable, and you get him to carry. But these people was very close to the pharaoh. Wow, exactly. Yeah. Interesting. It's Egyptian boy, I tell you. 骆驼先生。好，所以我们刚刚呢，就是搭了这个穆罕默德的计程车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就是它有分2个 tour， 一个是短的，一个是长的。短的大概是500块Egyptian pound， 长的是1000块。短的话，你就会只到这边，然后你可以拍3座。等等，我们会再继续往前走，你可以拍到9座金字塔。上骆驼的时候要小心你口袋里的东西，不然可能会掉出来，掉进沙子里就不好找了。Everything okay with you? Why these 3 small pyramids look different? For the queen. For the queen? Yeah. Okay. So they are from same pharaoh? Of course, yes. Same family. The government give us paper to work inside, you know. No do something wrong, no do something bad. You have to look after the tourists in a good way. You understand me? Not only us, we have more than 3,000 or 4,000 people work here, even up there, down there, everywhere, you know. 这边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你从这边可以看到9个金字塔。最右边呢是胡夫金字塔，中间是 Hafla， 最左边是 Mankala。你如果还想要去看另外一个地方叫 Saqqara， 但是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金字塔，这边叫吉萨金字塔群。我们现在是4月到埃及，通常来旅游埃及的旺季是11月到2月，因为你就是如果在正中午，在这种没有遮蔽物都是太阳的情况下，大概也只有20几度，建议大家看自己选择。我们是觉得4月这个时间来可以避开旅游人潮，夏天热了一点，但是因为很干，风也蛮大的，其实还 OK 啦，还 OK， 37度。我快掉下去了。跟大家稍稍介绍一下金字塔的小知识。这些金字塔呢是4500年前建造的，而且是现今唯一还存留的7大奇景之一。其他6个都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存活到现今。那这个呢，胡夫金字塔呢是你们可以买票进去墓室的。里面呢总共有3个墓室，由上而下分别是法老的墓室、皇后墓室跟地下墓室。皇后墓室呢里面放的并不是皇后的木乃伊，而是雕着法老雕像的神庙。在地下墓室是低于地表30公尺的一个墓室，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在进入到，如果你走进去啊，你总共会到2个岔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所以你要往上的话，就是法老墓室。你走到这个隧道里面啊，它总共只有85公分高，所以你需要弯着腰走进去。里面的东西已经都被挪到博物馆了，然后也有点潮湿跟闷，所以你如果想知道里面长什么样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其他 YouTuber 的，像是不知道这周你们要干嘛，他们有没有进去？因为他们现在的影片还没有更新到去金字塔，但是比如说内内啊，或者是蓉蓉。他们都有进去到里面，所以你们可以看他们。我后置的话应该会放这个 National Geography， 他们有拍一个透视图，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它是360度的所以你可以转的透视。所以我就是从这个影片把这些资讯告诉大家，蛮推荐大家来的啦。不过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话，还是要小心，会有很多人跟你说免费的，然后把东西塞给你，然后他也就是会说就是一点点帮助。如果你有任何钱给我的话。那如果你就是不小心不知道怎么拒绝，真的拿他们东西，你就是说我真的没有钱还给他们就好了，然后赶快走人。对，所以这边就是大家要懂得生存啦。如果你自己来的话，你说对不对呀，马儿？所以我们现在要前进胡夫金字塔，就近一看。
前面这个就是你如果想要进去胡夫金字塔的入口，另外花900块埃及镑进去。摸到了。接下来我们到了人面狮身像的背面，什么意思？现在带给大家看的是人面狮身像的侧面。正面要在哪里拍啊？反正呢，你从后面，我们刚刚后面有一个入口进来，那边是一个神庙。这个神庙呢叫做 Khafra 神庙，它被发现是因为他们开始挖掘这个人面狮身像的底下才发现到的。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已经就是有在修复了，不然以前应该会是像他的鼻子那样。有一个说法说拿破仑来的时候把鼻子打掉了，我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啦。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金字塔。人面狮身像，如果你从入口走进来的话，你第一个就会先看到。但是如果你不幸的像我们一样被就是路上的拦住了的话，你就会往左边走，然后绕到另外一边，绕到整个金字塔群的后面。然后我们刚刚是这样绕一圈走回来的，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路线了。如果你本来就有预计要去坐这个骆驼，去坐计程车的话，我们现在走在乡村小路，因为我们打算要去 The Gem， 从金字塔这边去到 The Gem， 同样在西岸，但是从这边走过去大概要50分钟。然后我们决定用走的回来搭计程车。刚刚在路上经过一间杂货店，然后我就看到，因为我是口混客嘛，然后我就看全部都是那个阿拉伯文嘛，但是它这个看起来就是香蕉牛奶，所以我决定 give it a try。喝起来就是香蕉牛奶，其实蛮好喝的，15块埃及镑，大家可以尝尝看。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埃及的公车，它不是国营的，但是他们就是特定在某一些区域，然后环状线的走。但是这个公车，你看前面那台，它是没有要停下来让你上车的意思。我在网络上看的时候觉得超酷。他们怎么付钱呢？你上车之后呢，你就把钱传给前面的乘客，前面的乘客就传给司机。你要找钱的话，司机就会把钱传回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他们自己的找零，超级有趣的耶！它其实也有停让人家下车，好，人蛮好的。但是这个你看公车，它并不会告诉你说要去哪里，上面也没有号码。像我们这种外国人，如果你要搭这种车的话，你就要大喊你要去哪里，然后也许路人会帮助你。在那里 ，The Gem。我们现在呢进到了这个 The Gem 里面，然后你如果走进来的话，你过安检之后，你有任何的摄影设备，他会跟你说你要去那个 security office 那边把你的摄影设备锁在那里，然后你才可以进来。但是像现在我用手机录，我是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啦。总之，如果你们进来的话，这边就是售票口，然后你就可以买票进去。现在的 Gem 只开放25%，但是就是来看一下。